你问的问题有很多的层次哈，我先就前2个层次来讲，就是为什么华人支持他另外就是说特朗普是不是民主的终结哈。我在16年的时候，在大选之前写过3篇文章，那时候我自己还没有开我自己的微信号，是别人的微信号开的，其中有一篇文章，当时还有很多人读，就是讲为什么第1代华人，所以我们现在要区分第1代和第2代所谓第2代就是出生在美国的华人，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不是在讨论就像我的孩子，像他们肯定是不支持特朗普的，是吧？就第1代华人，就像我们这样在大陆出生的，然后来美国生活工作多年，取得了美国的这种国籍，是吧？他可以有选举权。16年的时候，我就是发现有这么多的这个华人支持特朗普，给他捐钱。大家可能都记得，当时还在这个华人凑钱去买了这个飞机上打这广告，上头写的 Chinese American Support Trump， 然后给他开很多的这募捐的这种会。然后你看希拉里那边，这华人的支持是少的非常的可怜。这是第一。第2的话呢，就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因为你要分析16年和现在也是这样的，支持特朗普的是2种人，也可以说就一种人，一种人就是白人，是吧？如果我们把这白人再分2种人的话，是2种人，一种就是特别穷的，就极其穷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高中毕业，甚至可能高中都没有毕业。蓝领的这种，还有一种就是极其有钱的，这个华尔街什么等等，华尔街实际上今年支持他的力度已经下来了，但比如说像这个Steve Schwarzman 是吧？他是 Blackstone 的这个创始人是吧？他还是支持特朗普是吧？就是说另外还有一些少数的这种非常有钱的人，所以他是2个极端。中国人都不是这样，是吧？就中国人也不是，就是中国平均的这个收入还可以了，在美国这个社会经济地位还算不错的，但绝对不是这个 Steve Schwarzman 这种水平。那中国又不是这种高中还没有毕业，是吧？你看在座的很多都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是吧？这个我们都是上的很好的大学，是吧？就是像什么哈佛的、MIT 的什么等等这些，是吧？姐姐回来了吗？这个好像有噪音哈，这个，就是说，就是这一个人群受过这么好的教育，这个拿的硕士、博士什么等等，也支持特朗普，这是一种，就是说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现象。所以当时我就是看到了这个现象，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就是为什么第1代华人支持特朗普。那我在文章里提出了几个假设，是吧？第一呢，就是说这个这一点的话呢，跟美国的数据实际上是相配合的。就是说我们长期是在大陆生活，是吧？没有养成这个民主参与的这种习惯，啊，比较少的参与社区的活动，比如说你像在学校的这个家长会什么什么等等，华人参加的要比其他的种族要少很多，比如跟这印度人什么什么等比，就是说这个的话是由美国的学术界做的研究表明，就是说它所谓叫做 civic virtues， 就是怎么翻译，就是说这个就是社会价值吧，是吧？就是说社会价值观念越强的人群，越倾向于支持自由主义，是吧？比如说像大学生这本书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做Bob Putnam 写的一本书，非常有名的一本书。那中国的话呢，中国的人群即使受到很高的教育，因为我们在中国没有这种
这种非政府的团体啊，就是没有养成这种习惯和文化，是吧？是不参与这种的，是吧？然后一般来讲是不参与政治的，是吧？但是这次16年的话，破格大规模的参与政治，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承认，不，我并不是说道德上什么等等这些，我们要承认2点。第一点，因为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我们在中国受的教育，在这个方面没有对我们更多的灌输要民族和谐，而且就是说我们的言论，是吧？所谓就是政治正确嘛，是吧？政治正确，如果政治不正确的话，会很可能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很可能产生非常非常负面的这个社会不稳定的这种后果，是吧？我们过去根本去想也不去想，是吧？大家可能自己都有这种经历，是吧？我们参加中国的饭局什么，那讲起这个就是有色人种的话，中国人经常讨论的时候是完全不顾及所谓叫政治正确的，是吧？这我也不怪他们，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观念。在我看来，你说我支持不支持政治正确的话，我对这个问题我实际上是比较两面派的吧，就这么说吧。就是我认为它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在一个不伪满的社会里，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里，这是一个这个获取民族团结的一个 necessary evil， 是吧？它是一个 necessary， 但它实际上是一个不好的、不完美的一个工具。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但中国人觉得这简直是这个不是民主自由，我就可以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了，是吧？实际上你要是看西方的哲学家对这个问题讨论的话，都不是说这个言论自由可以完全不考虑后果的。比如在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这个有一些这个案例，是吧？比如说你在一个非常拥挤的地方，比如说一个电影院里头，是吧？你言论自由，你说着火了，然后造成了人的伤亡，而且就是说根本你就完全是瞎说八道，是吧？你可以说你有言论自由，我可以瞎说八道，但如果你瞎说八道造成的后果的话，你还是要负一定的这种法律责任的，是吧？就是说言论自由并不是一种它接近于绝对的权利，但不是绝对的权利，绝对的权利。这是就是中国的这个意识是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第二的话呢，就是说我用的这个词可能不是特别恰当了，但是就是为了把观点表达清楚的话，我就借用这个词，就是自私，就是自私。因为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在集权社会里长大的，是吧？没有，就是说更多的联系是上下的这种联系，而不是这种横向的联系，是吧？就是说我们看不出我们的行为对我们的邻居、对我们的其他的人有什么影响，是吧？这个比如说很多的这个中国人，是吧？就是减税，就看中了民主党的共和党的这个减税，是吧？但是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税收体制，它是建立一个社会契约的，啊，就是说像你如果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是吧？当然你是有个人奋斗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但是你也借助了公共产品的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这种平台，是吧？使你造成了今天成功。那谁来去这个维持和支持这个社会的公众平台？那只有通过税收的这种手段。我们可以去讨论具体哪种税收，具体是收多少什么，这个我觉得细节上的问题不应该去特别过于纠结。但是很多的中国人认为，民主党提倡用税收调节这个贫富这个差别，他接受不了，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支持这个，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对民主的这种看法，这就联系到这个就是民主终结不终结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人的话呢，包括我自己刚来美国也是这种看法，就认为民主很简单，就是投票就是民主。
实际上民主的话呢，它有多层的这个结构的组成，投票这肯定是一个，言论自由也是一个，是吧？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刚才我们讲的言论自由，这是一种权利。还有美国还有什么持枪自由啊，什么什么，这都是权利。这些权利是不取决于投票的，是吧？我们从来没有说去投票说下一届政府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这个言论自由，我们从来不会去进行这种投票的。对这种权利的认识，而这种权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多数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啊。现在是讲有色人种，在过去的话是从宗教上要保护那些宗教受迫害的那些人权利。但是中国人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它是这种投票的概念，投票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很简单嘛，是吧？然后把这种少数服从多数来这个带入到对权利的看法，就是说我在投票箱获得多数支持以后，我可以无视少数人的这种利益。这在这个很多的中国人很多对民主不熟悉的人里头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看法。那么呢，讲到特朗普民主的终结不终结的话，这取决于他是不是11月份落选。我觉得如果他再当选的话，我确实要为美国的民主非常非常的担忧了，因为他现在做的很多的事情，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破坏美国的程序的正义、程序的民主，是吧？这个就是说，民主的话，它不光是投票，它还有很多的这种程序上的这种设置，是吧？比如说这个，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 Pompeo， 他在这个共和党的大概是前天还是昨天，大会上发言，是吧？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务卿在他就任的时候，在他自己党的党代表大会发言的，因为这很简单，因为你作为一个政府的官员的话，你应该是代表所有美国人的利益，而不只是代表你自己党的利益。所以美国的政府的官员，他并不是说法律严格禁止他这么做，他是有一种道德上的这种理念，是不应该只代表他自己本党的利益去进行政治活动的。特朗普现在就在破坏这个，他破坏了司法独立，是吧？从他这个对他的这个税收不进行披露，是吧？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民主的破坏，而且他现在对这个民主的破坏已经开始涉及到投票，是吧？他现在反对用寄信投票的这种方式，是吧？而且这个共和党其实在多少年都是在投票这个问题上，这个压制这个投票率，是吧？所以我自己反对共和党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现在的这个共和党，而且甚至在特朗普以前的这个共和党，而特朗普现在这共和党更是变本加厉的，他们在颠覆民主。是不是已经把民主终结了？我觉得如果这次共和党这个遭到了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挫折的话，我觉得民主还是可以挽回过来。如果再给他4年的话，那就很难讲了。他可能因为你言论，是吧？比如像我发表了很多这个反对这个特朗普的言论，那他可能就会利用司法部的力量去对我进行调查。如果这个他做这种事情的话，我会毫不吃惊的。如果这个中美发生冲突的话，是吧？他们就会认为我们这些人有一部分人是第5纵队，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因此就判定我们是中国的间谍。他可以这么去做，而且这个现在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呢已经这么去做了，因为他是这样，就是人都不是完人，都不是完美的人。如果他刚刚开始以国家安全作为名义的话，他实际上司法部他会具有很多的权利的。
他就可以利用这个权利展开对你其他方面的这个调查。那说不定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年我这个税报的不是那么准确，这都是有可能的呀，是吧？他可能以这种就是你跟中国政府交往过于密切，所以我怀疑你有这些或那些的问题，他可能在这方面查不出任何东西来，他就会去做别的事情，是吧？去查别的事情。这是专制国家里独裁者惯用的伎俩。中国这用这种伎俩用的非常多，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将来的鹰派的这个共和党，是吧？司法部的这些 FBI 的这些利用国家的力量，是吧？然后以种族划线，先不问3721，先就对你进行调查，然后总能翻出一些什么东西来，是吧？说不定你有一次过马路的时候没看红灯什么的，谁知道呢，是吧？所以我是不能排除这种场景的发生的，是吧？那如果在其他的方面，是吧？他也可能对我们这些人进行窃听，这都也是可能的，是吧？来这个窃听我们跟国内人的这种联系，是吧？这都是有可能的，是吧？这个他滥用这个国家窃听的这个，因为美国在这方面是有法律上的这种限制的，是吧？你必须得，它叫 FISA， 你必须到那儿去进行授权，是吧？就是说他可能会能够取得这些授权。如果他把中国作为一个敌意的国家的话，而且这个 FBI 的这个主任 Christopher Wray 已经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是中国人，他叫 the whole society， 就是中国社会对美国的威胁。当然，现在蓬佩奥稍微的观点改变了一下，他现在区分中国人和中国的这个政府，是吧？但是这个 FBI 它的过去是有这种观点的，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所以这就为什么这次选举，就是说我并不是说民主党会马上恢复跟以前中国的这种关系，一会儿我们可以去讲这个民主党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吧？但是民主党这个党总的来讲，它是一个比较信奉人权、信奉保护少数这个民族的利益。总的来讲，它是一个比较尊重法治的一个党，是吧？共和党在很多年前也是具有这方面的特征，但现在这个共和党绝对是不是这样。所以中国人一定要在这个问题想清楚。他在2016年投了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票的话，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在定一口棺材。如果这次再投他的票的话，那基本上这个棺材基本上就做成了。他实际上是自己在伤害自己的这个利益。很多中国人觉得他共和党会管经济，这是完全是一个神话，完全没有任何的数据支持共和党和特朗普在管经济方面比民主党更加的有效，是吧？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可以进行这方面的讨论。